看吉他还在那里，我的衣服还在那里，完全是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开始收。说再见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课题。还好刚刚找到地方买票，等一下10分钟后开车。这是一个共乘计程车，他真的一直哭就是他停一下，然后又开始哭，而且很大声那种，然后这样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离开以色列的前2天，礼拜2要去约旦搭飞机前往土耳其，然后今天是星期天，我们下午有一个系上自己办的欢送会，邀请了这1年的教授们，还有学校的行政负责张罗一切学务教务的行政同工们，每个人呢，我们就预备了这个，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一张很大的明信片。大概这么大，然后上面就是我们这1年的照片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logo， 这我们自己设计的 logo。这张卡片的背面就是大家写祝福，然后另外还收到一些同学们自己写的卡片。从来没有想过念个硕士可以交到这么真挚的关系。后天要离开了。现在所有东西都还没有打包，这都桌上都是我的东西，超级乱。这边有一些英国来的、法国来的、俄国来的明信片。看吉他还在那里，我的衣服还在那里，完全是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开始收。我觉得自己也还没有准备好要说再见，所以一直都不太想提，但是说再见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课题，蛮不舍的，特别是对以色列说再见。住在这间公寓2年了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但真的要离开就蛮舍不得的。我的旅途还会继续走下去，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生活。接下来会去土耳其，在那边待3周。这几周真的太忙，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安排。我在土耳其要拍的片，什么企划都还没写。2周在土耳其比较自由的时间，应该也会蛮忙的。要访谈一些宣教士跟一些事工，有一些线上访谈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写4个期末报告吧。赶快去整理行李。好不想面对说再见，这几天都已经陆陆续续见了很多不会再见到面的人了，就这样吧。现在是星期一晚上，是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以色列去约旦，看到那边还有最后一坨衣服刚烘完的，然后打包行李，明天就要去约旦。今天太阳下山之后是 Tisha B'Av。Tisha B'Av 是一个犹太人会禁食24小时。为什么特别是这一天呢？因为在历史上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被摧毁的那一天都是 Tisha B'Av， 所以现在的一些人就会在这一天纪念圣殿被毁，然后禁食祷告。这样上个礼拜陆陆续续伊朗就说接下来48小时到72小时之内要攻打以色列，结果也没有。昨天从 IDF 出来的消息说他们可能很快要打过来了，人们普遍相信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挑今天晚上打，因为历史上的渊源，意思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挑这一天，他们就蛮有可能会打耶路撒冷的。但是明天早上8点我要就去坐车了，所以最不希望的是至少不要在半夜空袭。我觉得对于被空袭吵醒这件事情太难了。以前可能会有一些很哲学的问题啊，问说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你会想做什么？前几天我想到这个问题，我突然发现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今天过得也有点不太顺。Well， 我的生命在神手中，是不至于怎样啦，但是还是希望耶路撒冷得平安，还是希望以色列得平安。先这样咯，我们明天见，看会不会听到空袭，希望不会，求主保守。大家早安。昨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昨天晚上没有睡得很好，不知道是因为真的不想要被空袭吵醒，还是不想要跟以色列说再见。总之没有睡得很好，还被蚊子咬。被蚊子吵醒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就要前往
大马士革搭公车去中部关口，带着这些行李，走吧。是不是很好奇我这样要怎么搭车？终于找到了，刚刚买到票，我的行李真的是超级重。去机场再跟大家说到底几公斤。这一颗我觉得有快30，超爆重。还好刚刚找到地方买票，等一下10分钟后开车。这是一个共乘计程车，然后就开到关口去。加油！看起来是有点多人。下车之后会有人来帮你看行李，然后帮你贴行李的号码，然后行李他们就会在外面送过去，就在这边出关，然后再去领行李。顺利出关约旦，现在呢在这个约旦机场，蛮漂亮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刚买了一碗沙拉，大家猜要多少钱？哎呦！这样一碗沙拉要250块台币，我觉得跟以色列差不多，但是至少它有肉，而且还有 cheese， 就是在以色列找不到的。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的路径。今天早上就是从我家在塔皮欧那里，在耶路撒冷南边，然后坐公车到大马士革门，然后再拖着我笨重的行李，然后到选路的地方，就是共乘计程车，然后他会载我们到关口。在到关口之前，关口是两边的，就是先到以色列的关口，才会到约旦关口。在到以色列关口之前，他会先司机会先收大家的护照，然后就会检查，然后确认大家都有身份，这样你就可以进到关口里。进去的时候呢，你下车就会有人来，他会穿着很像那个导护北北的背心，然后来帮你拿行李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标签，他们没有要检查行李，但就是你的行李会放到出口的地方，你就再去领，那一坨都是行李，你就找到你自己的这样。然后一进去之后呢，要注意，你可能会看到一排人龙，但是不要排，因为那一边是给没有护照的人。所以像如果你是以色列公民，你有护照嘛，或者像我们外国人有护照，我们就是直接去扫护照的机器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出境的粉红色卡，然后你就去缴费，缴离境税，然后就出关。出关之后，你要搭车从以色列关口到约旦关口，这一趟车也是要钱的。我有3件行李，一个人。这样是22谢克，感觉有一点贵。去约旦关口之后，你就带着你的行李，然后去检查，你就一样入境。你要再搭计程车，看你是要去阿曼，就是市区的地方，还是你要直接去。我问我朋友，如果你是阿拉伯人的话，大概是25到30块 dinar。他问我的价钱是35，因为我行李有点多，所以我想说。好也 OK， 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想攀谈，就是我不是很想要去攀谈价格，所以我就35从中部关口到国际机场，路上还蛮顺利的，感谢赞美主，真的。现在旅途才完成一半而已，现在1点多，3点搭飞机到土耳其，然后入境，再搭1个小时的车到伊斯坦堡市区，我应该会搭计程车，再到我朋友家，又是一个舟车劳顿的一天。但还好，就是都蛮顺利的，也没有被骗或是怎么样的。终于到了，跟大家快速分享刚刚在飞机上的趣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飞机餐，土耳其航空的飞机餐有马铃薯，然后鸡肉。有点炖鸡肉的概念，然后但是那个鸡肉有一点咸，所以我后来又在讲什么东西？我后来又要了2杯水。它的甜点是一个巧克力布丁，很甜。第二件事情，之前滑 IG 都会看影片说希望不要坐在婴儿旁边，因为他们会一直哭。但是我搭飞机这么多次，从来没有遇过一直哭的婴儿。但是我今天遇到了，他真的一直哭就是他停一下，然后又开始哭，而且很大声那种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！我是在看电影嘛，我也没有在睡觉，所以没有太被吵到，但是可以想象被吵到的人。第3件事情，
不知道为什么行李就是寄又很难找到。我又在机场入境，然后去领行李之后，大概花了40分钟吧，找我的行李。伊斯坦堡的机场确实是蛮大的，如果大家有来的话，就是好像也不能怎么样，多祷告。找完行李之后呢，我就去 B2 搭那个大巴士到市区来，然后搭到 Taksim 是这边蛮有名的一个闹区。因为我行李很多，所以我最后选择搭计程车。但是我去年来的时候，我住同样的地方，我搭计程车只有2.2公里，再来说应该130到150里拉，不是应该要很贵的。但是我上一次刷卡，然后看了金额，发现是1000多。但是我自己也是太过于相信人了啦。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被骗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决定我就叫 Uber， 千万不要搭这个小黄计程车，因为他们就会各种绕，然后就会最后加钱加到1000块。所以如果大家要来的话，就是小心。如果你真的要搭小黄的话，那你就是边走边看地图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从以色列到土耳其，真的离开以色列了耶！我没有东西在那里了，我的心还在那里，一部分的心还在那里。这次离开以色列蛮不舍得的，还会再回去的。好啦，先这样啦，我赶快去洗澡睡觉。接下来土耳其应该会有几支片，我还不知道，还没安排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作业，还有片要剪。但是希望可以带个5-6支片吧，介绍一下景点啊，介绍一下怎么玩啊。所以就敬请期待土耳其连载咯。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